今天呢，给大家讲两个非常重要的模型啊。为什么这两个模型非常重要呢？因为其中一个呢是用来提升质量的，而另外一个模型呢是用来提升速度的。那其实我们在生成视频的时候，无非就是既要质量也要速度，是吧？所以说这两个模型非常重要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模型，第一个模型呢我们叫做 MovieGen 啊，通过它的名字你大概都能了解到，它被称之为叫迈向电影级质量的视频生成模型。那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是一款尖端的视频生成模型，在电影美学和视觉质量方面呢表现优越。那这个模型呢其实是 One 2.1的一个微调模型啊，它由11位专业的电影制作人，还有 AIGC 的创作者，包括一些行业专家，在60个美学维度上进行全面的评估。最终呢，他们对这个模型得到了如下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就是这个模型呢具有卓越的电影美学。第二个呢是具有超强的视觉连贯性和质量，第三个是具有全面的视觉功能，第四个是具有高质量的输出，那第五个是具有专业级别的一些影视效果。大家看一下啊，通过这些基本的介绍呢，我们能发现啊，它其实呢成为了视频生成里边美学方面的一个新的标杆。那通过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些例子，大家也能感觉出来啊，这个模型呢是非常棒的。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 MovieGen 在抱抱脸上的首页，包括我刚才介绍的一些内容呢，这上面其实都有说明啊。但是如果你想直接用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不能直接下载它的 Diffuser 格式的模型啊。那这个呢，我们还是感谢 K 神啊。那这个 K 神呢，已经帮我们把这个模型进行了转化。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在这个模型列表里边有这个 MovieGen 啊 FP16 的，它的大小呢大概是 29.1 个 G， 还有呢是 FP8 的，大概是15个 G。那如果你用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用这个模型就行了啊。那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相应的工作流，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工作流。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效果啊，那这个效果呢展示的是一个东方的女武士啊，身着银色的铠甲，然后在战斗的一个画面。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美学的输出和电影的一个质感是非常突出的，整个视觉的表现呢也是非常卓越的，对吧？那我们看一下基本的工作流。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One Video 的文声视频的工作流。我们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模型是一个文声视频的模型，不是图声视频的啊。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我们基本的构成是这个样子。我这儿呢先有一个模型的加载器，然后呢我加载的这个模型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MovieGen FP8 的这个模型。完了之后呢，这儿呢我其实用了一下 Page Sage Attention 啊，那其实呢我就是把这个注意力的机制改成了 Sage Attention。如果你在运行这个工作流出现类似的错误，比方说叫 Sage Attention 不存在，那你只需要将这个给它禁掉就可以了啊， bypass 掉就可以了。然后我这儿的 Model Sampling 呢用的是 8.0， 非常常规的一个设置啊。然后这是编码器，这是我们的 VE。提示词非常的简单，东方的一个女武士身着银色的铠甲在战斗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提示词我就不详细去给大家说了。然后采样呢也非常简单，30步采样，然后 CFG 呢是 5.0， UniPC 的采样器， Simple 的调度器。然后我这是一个横屏的，所以说呢这个分辨率呢是832×480，然后是65帧。我这进行了一个放大啊，当然这个可有可无。那这就是我们最终的效果。这儿我们给大家说明一下，有很多大 V 在讲的时候可能切入点是从 VACE 直接切进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忽略掉这个模型原始的一些特性。其实它最好的这个美学呈现还是在它最开始的这个什么叫这个文声视频上边，那你会发现非常的漂亮，对吧？那这个模型其实最受人诟病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它只能做什么文声视频，不能做图声视频。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法把它变成图声视频。那如果大家记得比较清楚的话，我在给大家讲 VACE 的时候呢，我非常明确的强调说 VACE 它其实最大的一个贡献是什么呢？是可以将一个文声视频的模型转成一个图声视频的模型。所以说呢，你用这种方式啊，就可以将这个 MovieGen从一个文声视频的模型转成一个图声视频的。那怎么去做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VACE 的图生视频的工作流，我们简单的过一遍啊。这儿是基本参数设置啊，我是640×640，然后49帧。然后这儿有一个图片，经过我们的缩放啊，变成了和我们分辨率相匹配的一个图片。然后呢，我们这儿开始这个基本的这个 VACE 的操作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儿加载了 VACE。注意啊，这儿是以模块形式加载的这个，所以说这个工作流是 K 神的那个工作流。然后这儿呢，我们加载了一个主模型，这个主模型呢，这儿我选的就是 Win 2.1 的这个 MovieGen FP8 格式的。这儿呢，由于我的帧数比较长啊，大概是49帧，我怕它报错啊，所以说我连了一下这个块交换。当然这个值可以调小一点啊，你可以调成15，或者是如果你的显存够大，可以把它关掉。另外啊，很多人在这儿会出同样的问题啊，就是 CG Attention 如果不存在，你就把它选成 SDPA。如果你装了 CG Attention 啊，那你就选这个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这是我们的编码器啊，这是我们的 VE。那最核心的节点呢，同样是这个叫 OneVideo VACE Encode， 我们会把刚才那张图片给它传到这儿来，叫 Reference Image， 然后进行我们的采样啊，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啊。然后在这个里边呢，大家注意啊，我们可以开一下SLJ， 也可以开 CFG Zero Star， 也可以开 Enhance Video， 但是一定不能开什么呢 Tcache， 因为这个模型和 Tcache 呢是根本不兼容的啊，所以说可能会出问题啊。然后进行解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啊，非常的漂亮，是吧？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发现，就是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并不是特别的好。那你看这个人物好像给这个人物呢不是特别的像，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后边会有一节课给大家讲叫 VACE 的高级控制。那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给大家在讲 VACE 的时候说过啊，就是这个 Input Frames 啊，这个里边那个灰色的区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灰色的区域指的是要重绘的那个区域，是吧？所以说呢，其实你会发现 Input Frames 里边可以放的东西很多，比方说姿势图叫 Open Pose 是可以放的，那个深度图也是可以放的，甚至这种图片都是可以放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VACE 官方的这个项目的首页啊，这个例子当中呢有一些就非常有意思啊。大家看这个地方，注意啊，它有两部分构成啊。大家注意，一开始是一张图，你注意。对吧？后来变成这个开始动。那首先你看一下这个引导动作，它甚至是可以一个方块这样去走，而且它一开始是一张图，然后变成一个方块去走，就是它都可以组合起来去用。所以说呢，在这个 Input Frames 里边呢，我们可做的工作呢有很多。结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那你看我下边这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呢其实跟刚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我这儿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你注意。首先呢，我来生成了一个空图片，大小和我们的分辨率保持一致，640×640。我生成了多少个呢？你注意，生成了我的帧数减1个，就是我是49帧嘛，我生成这个空图片生成48张。颜色值是灰度图啊，中度灰，16进制 0x。7F，对吧？灰度图，因为我们说了，这个灰度是要重绘的这个区域，所以说呢，如果是灰度，代表着这是一个占位，需要让模型把整个的图片给它绘制上。然后你要注意啊，因为我这灰度图只有48帧，然后我这儿加了一帧，这一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张参考图。那当我加上之后，它一共也是49帧，然后我就可以把整个这个序列图片直接扔到 Input Frames， 这就是 Input Frames 的一种处理方法，跟这儿是一样的啊。注意，一开始是一张图，对吧？后来变成一个动作的驱动，那只不过就是我现在动作的驱动呢是没有的，是空的。所以说呢，这张图片其实也会起到一个增强引导的作用，那就会使我们生成的这个视频和这个原始的图片呢就更像。那你看一下这个效果，你看这个人物长得跟这个就更像了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MovieGen 啊，它作为图生视频的一个模型。但是你要注意啊，它虽然可以作为图生视频的模型，但是做成这个模型之后，其实它这种电影的质感呢被削减了不少，所以说各有利弊。但是不管怎么讲，就是我们既可以用它当成
纹身视频的模型，也可以把它当成什么图生视频的模型。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第一个模型啊，叫做质量增强的模型。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模型，第二个模型呢叫 COSVID 啊，是用来提升采样速度的。那怎么去提升呢？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啊，如果你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比较了解的话呢，我们都知道模型呢，它在生图的时候大概经历过2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回归模型啊，比方说我们最早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谷歌系列的 Generate 的模型啊，基本上都是什么回归模型。后来呢，发现回归模型啊，虽然质量很高，但是泛化能力不够，所以说呢，才有了我们后来的叫什么 Diffusion Model。那其实到了视频生成领域的话呢，还是有这2种方式啊。虽然呢，我们说的扩散模型也就是 Diffusion Model 啊，它的效果呢会比较好，但是呢，它采样的速度会很慢。所以说呢，有很多的方法来提升这个速度，就是将这个模型呢把它转化成什么自回归模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速度呢有明显的加快。那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Fast Video。那其实 COSVID 呢跟这个机制是差不多的啊，同样是通过自回归的机制啊来增强这个模型采样的一个速度。那效果怎么样？下边呢我们就来试一下。那同样，如果你要用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个 K 神的列表里边找到啊。这个模型存在呢，目前有2种形式。那第一种形式呢，就是我们说的独立模型形式啊，就是它整个的是一个模型。而第二个形式呢，就是 LoRA 的形式。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 K 神的这个列表里边有2个 LoRA， 一个是针对 14B 的这个万模型的，第二个是针对 1.3B 的这个万模型的啊。那当然我们这儿是下载这个14B 的这个Android 14B， 我是说它是针对 14B 模型啊，不是说它的大小是 14B。 然后下载下来之后呢，放到我们的 LoRA 的文件夹里边就可以了。那怎么去用呢？我们先看它最基础的用法。这个同样是一个木卫阵的纹身视频的工作流，这是一个木卫阵啊，然后我们加载了这个 LoRA。注意啊，它的这个强度不要太大啊，建议 0.3 到 0.8 就可以。这儿我用的是 0.6， 这个跟刚才这个是一样的。同样我在这儿呢把这个注意力机制变成了 Sage Attention， 你如果不支持的话，记得把它 bypass 掉。这个提示词我写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东方女性行走在江南的雨巷里边，然后撑着一把油纸伞。大家注意啊，在这里边采样器需要做一些特殊设置。第一个就是 CFG 值一定要写成 1.0， 然后这个步数呢理论上是可以写成4步的，但是4步呢效果是比较差的，我建议呢是8到12步啊，所以说我取中间啊，就是10步。我之前用 Fast Video 也是用10步。这个采样器一定要用 UniPC， 然后 Scheduler 呢用 Simple， 别的呢就无所谓了。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啊，这10步生成的，大家看一下啊，非常的漂亮，对吧？既有这个木卫阵的电影美学啊，也有这个什么超高的这个采样的速度。你还要啥自行车啊？当然这个不能放大了看啊，因为它必定面部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呢，大家看一下这种组合呢，就是我们说的又快又好的去什么生成模型。当然呢，这个也是可以用在 VACE 里边的。那我们看一些基本的用法。那这个呢，是我们之前在 VACE 里边讲过的一个就是姿势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那我这儿呢就稍微变了一下啊，那变的内容呢其实也不多。这个人物呢，我用了一个这个机甲的美女是吧？然后去掉了背景。那我这个主模型用的是木卫阵。然后我加载了 VACE， 同时也加载了这个 LoRA。由于这是 K 神的工作流，所以说 LoRA 是这样去加载的。然后这个强度呢就要再小一点，就相对于原生的这个工作流来讲呢就再小一点啊。这个呢大家用 0.4 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大家注意啊，就是在这个工作流里边，大家尽量的啊啥也别开啊，什么 Tcache 啊，这个都不要开啊。COSVID 和我们说的那一堆东西啊，几乎都是不兼容的，所以说呢，你就正常的采样就可以了。另外还是要注意，我们的 CFG 呢需要设成 1.0， Steps 我同样的用10步， Shift 值我这儿用的是 5.0， 其实这个你可以去调啊，3到8都是可以的。然后 Scheduler 一定要选 UniPC， 别的呢没什么。那我们开始输出的这个效果。人物的质量呢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你注意啊，背景呢其实有一些失真，所以说呢
MovieGen 加上 cosVID 的确可以使整个的图像质量有一定的提升，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失真的这种效果啊。那如果你想把这种效果降低的话呢，我们只能什么把这个 strength 啊给它往下减啊，大家可以用到 0.3。那如果再小的话，这个 cosVID 的作用呢就不大了，对吧？那大家看一下，总体上来讲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啊，MovieGen 它最大的作用点应该还是在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这个什么图生视频上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生视频里边的一个操作啊，这个跟刚才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我这儿除了用了 VCE 之外，还用了 cosVID 啊，这个权重同样是 0.4， 别的都一样啊。你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而且这个人物好像保持的比原版的那个要好，这个动作有点怪啊，走的有点太生硬了啊，有点像傻丫头那感觉是吧？不用去管啊。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方法，就类似于这种方法来增强一致性啊，这个你就自己掌握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模型啊，通过各种各样的实例，让你觉得怎么样才能可以做到又快又好的采样啊。这儿我还是最终给大家强调一下啊，那针对这两个模型，最大的能展现它们特点的，其实还是什么？还是我们原生的文生视频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最棒的。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